大家好，我是龟龟。今天呢，我们主要是来聊聊9月份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啊，还能种点啥？别看呢秋风起，地里呢还是有戏的。9月份呢是个秋高气爽的好时节，虽然呢天气开始转凉，但是呢，雨水也不少，低温呢也还在。其实呢是种菜的好时候。那今天呢，我就给大家盘点几个9月还能种的靠谱的菜，不整花里胡俏的，都是一些家常菜，种了就能吃，吃了呢就想种的这种，比较简单方便的懒人菜。首先呢是小白菜，小白菜呢这种菜呢真是菜中的小钢炮，生长快，耐寒性强，9月份种，10月份呢就能吃上热乎乎的白菜豆腐汤了。而且种法简单，撒籽就行，懒人的福音，真的是懒人菜。但呢有一点点不是很好的，就是呢这个小白菜啊，它有可能招虫子，所以说呢有时候呢可能会有虫眼，大家呢也不要去计较这些，有菜能有小白菜吃就很了不起啦，对不对？特别是在德国，对不对？我这次呢种的小白菜呢有青的有紫的，就是说它有各种各样的颜色，大家呢可以挑一些你喜欢的品种，有紫色的有青色的，挑一个喜欢的颜色来种一种。第二个呢就是萝卜，俗话说呀，秋种萝卜赛人参，9月份呢种萝卜呢正合适。但是呢就是说德国呢种这种白萝卜呀不是特别容易，那么我们今天呢就种那种小萝卜，樱桃萝卜，它的口感呢跟白萝卜呢相似，但是呢比较简单，非常呢适合快速生长，它一般呢就是说1个月你就能有萝卜吃了，而且它呢既能吃萝卜叶，又能吃下面的萝卜，它的萝卜呢比较小，红色的，非常的简单，种植方便，而且呢可以生吃，可以凉拌，可以呢腌制，也可以煮汤，所以说呢样样都可以做来吃，所以呢非常的适合种的一种蔬菜，也是懒人菜的一种。好，第三个呢就是油麦菜。油麦菜呢是绿叶菜中的杠把子吧，它耐寒抗病，9月份播种呢10月份就能吃，炒着吃凉拌吃，而且它长得快，收一茬呢还能接着种。第四种呢就是香菜，香菜这个东西啊，爱的人呢爱得要命，不爱的人呢避之不及，但9月份种香菜呢长得快，香味浓，炒菜拌面做汤都能用，关键是自己种的香菜呢不贵，香菜啊在德国这边一小把100克起码都能卖2欧，也就是人民币快到16块钱了吧，而且非常少，而且你还专程去一趟亚超，所以说非常的麻烦。大家呢要是不嫌麻烦呢，就是直接用盆子种，在地里撒一些香菜籽，那过一段时间呢它可能发芽有点慢，过一段时间呢就给你长出一盆绿油油的香菜了。所以说这个时间段9月份这个时间段呢是种香菜的最好的季节，长出来的香菜呢特别好，而且呢它也不招虫子，所以说呢特别的适合大家去种。第5种呢是茼蒿，茼蒿呢其实呢是一种非常好吃的一种菜，它9月份呢天气凉爽，长得好，而且呢虫子也少，种几颗呢在院子里，大家可以捡着吃，就是不用连根拔，它过一段时间呢又长一片，早上呢摘一点，大家可以打汤，可以打茼蒿汤，也可以茼蒿鸡蛋汤，也可以用来清炒，
可能呢有人不太喜欢这个味道，但是呢我还是很推荐大家种的，特别是大叶茼蒿，它呢收获的又多，而且呢又健康又高级，非常非常的好吃。第6种呢，我们可以种葱。那葱呢是厨房里的灵魂调味师。9月呢种点小葱呢，冬天做饭不愁。而且呢葱皮耐寒，种下去呢基本不用管，谁吃谁拔。方便的很。想打个鸡蛋蛋花汤啊，这撒一点小葱，对不对？或者是说你烙个饼啊，那上面撒点小葱，那都是非常非常好的。葱呢是缺一不可的调味品之一吧。第7种呢是菠菜。那菠菜呢是铁元素小能手。那9月种呢，天气凉，长得快，炒着吃做汤都好吃。那口感呢好像比冲天种的呢还要嫩，而且呢它生长周期短，耐寒，适合20度左右的呢环境。德国的呢这个9月啊，实际上呢它一般就在20度左右，有时候呢比20度低，有时候比20度高，所以呢它非常适合那个菠菜的种植，而且播种以后呢，菠菜30天左右就可以采收了吧。第8种呢是厚皮菜，又叫牛皮菜，非常适合在9月种植。厚皮菜呢，它的种植期最佳呢是8、9月份，尤其在南方地区秋播效果更好。它呢比较喜欢温暖湿润的气候，最适宜生长的条件呢是15到25度。那9月份呢正好适合这个温度，而且呢它生长的快，易管理，而且呢它也没有什么虫害，最主要是，所以呢它播种30天后或者40天即可以采收，相对而言呢是可以非常性价比非常高的一种蔬菜。但是因为呢在国内可能吃牛皮菜或者厚皮菜的人比较少，所以呢就是说大家种牛皮菜或者厚皮菜的人也比较少。但是呢我在这呢非常推荐大家种这种菜，因为这种菜呢它病虫害非常非常的小，而且就是说它可以过冬。如果说大家呢就是说今年的冬天天气不是很冷，它还可以就是保留它这个根，第2年它春天就又可以发了，你就不需要再去种了，播种去重新种了，而且它长得比较快，这是一种特别之处。所以说它其实可以多次采摘，多次如果保养的好的话，它可以多年生的植物的，而且它含有非常高的铁元素，所以说大家呢一定要去种这种菜，这个厚皮菜。好，今天呢最主要呢就给大家呢介绍这几种菜，当然了还有各种各样的菜，今天呢我们就聊到这儿了。其实呢9月呢种菜不算晚，赶紧动手。种菜呢不只是为了吃，更是为了那种踏实和满足，而且呢还可以让你的身体动起来，对不对？你种的每一颗菜呢其实都是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如果呢你觉得这期视频有用，那就记得点赞、收藏、转发给你的邻居，给你的朋友。我们下一期再见，拜拜啦。